3招之内杀不死我。那按照你我的赌约，从今往后你我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有这么多人见证，我想你不会耍赖吧？剑无双，剑无双，你很厉害，我佩服你。我霸天这一生从未打心底佩服过一个人，你是第一个。我的儿子死在你的手里不远，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若非没有其他的变故，我不会再追杀你。你好自为之吧。霸天老祖，萧炎是父亲没用，也是你的敌人太厉害。我已经尽力了，但依旧替你报不了仇，别怪我。东明天尊，霸天老祖都已经离开了，你还不走？难道要我出手将你打掉不成？剑无双，只要你愿意将九剑安然放出来，之前的事，我古妖一族可以既往不咎。且从今日起，我古妖一族愿意与你交好。你若娶我古妖一族的话，我古妖一族也会将你当成贵客去对待，如何？哦，我费尽精力将他镇压，你一句话就想让我把他放出来，想的倒是真够美的呀。剑无双，你当真是要与我古妖一族彻底撕破脸皮吗？我知道你的来历，按理说我古妖一族与你并没有任何纠葛，也从来不曾得罪过你，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抓住九剑不放啊？哼，为什么？无缘无故我吃饱了撑的要跟你古妖一族过不去吗？无缘无故我会出手镇压那九剑道尊吗？哼，我告诉你，我与你古妖一族之间的仇恨大了去了。这九剑道尊啊，是九修。2000年前，他在千古界抓走了我的母亲，灭了我母亲所在的一族，更是抽走了我父亲的剑魂，将我父亲逼入绝境。当时我实力弱小，连凌霄境都不是，根本没办法阻止这事的发生。如今2000年过去了，我对母亲的下落依旧毫不知情，而我的父亲则是为了能够见到我的母亲，在2000年前走上轮回者这条几乎必死之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东明天尊，你现在说我跟这九剑道尊没什么仇怨，跟你古妖一族没什么仇怨。如此深仇大恨，你竟然说一点仇怨都没有。可惜我现在实力不够，要不然你古妖一族早就烟消云散了。九修抓了他的母亲，2000年前千古界，那不是，这剑无双便是他当初留在千古界那个孩子，竟然是他。剑无双，你的母亲是我古妖一族的族人，你既然是他的孩子，那要算起来，其实你也是属于我古妖一族。古妖一族？你们古妖一族身为轮回大陆4大巅峰族群之一，底蕴深厚，实力强大，我剑无双可高攀不起。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你身上始终有着我古妖一族的一部分血脉。我之前还很疑惑，你为何可以动用古神之力，可现在我明白了，想来你是机缘巧合之下觉醒了古神的血脉吧。我古妖一族本就有着古神跟天妖2大血脉，虽然一直以天妖血脉为主，族人觉醒的血脉也以天妖血脉居多，但偶尔还是会有些族人觉醒古神血脉的，你便是其中之一。剑无双，我古妖一族对你父子2人的确有所亏欠，你对我古妖一族做出过激之举，我也可以理解。不过
我希望你还是尽量保证九剑的性命。九剑活着，对你的母亲也有好处，言尽于此。九修活着，对母亲有好处。不管怎么说，这次危机已经解除了。现在九修落入我的手中，我可以慢慢想办法，从他口中得知自己想要的。老三，你还好吧？没事儿。那霸天老祖还有东明天尊虽然离去了，但难保他们不会继续为难你。为了以防万一，不如你跟我回血修罗一族吧。血修罗一族？这便是四大巅峰族群的血修罗一族。天尊，圣主，林离大长老，有事吗？听说圣主刚刚带着麾下的强者外出了一趟，不知是什么要事，竟然劳烦圣主您亲自出手。刚刚是生了点事，但现在已经解决了，就不劳大长老你费心了。哦，圣主，您身边这位是？老三，你不知道，在血修罗一族，地位权势最大的一共有3人。第一个是我师尊，我师尊是血修罗一族的太上长老，同时也是血修罗一族的第一强者，在血修罗一族内一言九鼎，他的话没人胆敢违背。第二个便是你刚刚见到的那位林离大长老了，他身为大长老，权限自然极高，且我师尊平日里几乎不过问血修罗一族的事情，所以血修罗一族的诸多事宜之前一直都是他在打理的。至于最后一个便是我了。血修罗一族比起轮回大陆众多族群而言，都要更加注重血脉精纯程度。而在很多年前，血修罗一族最鼎盛的时期，势力血脉遍布整个清火界，甚至就连诸多千古界都有所涉及。这就导致在清火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着血修罗的支脉。他是我的兄长剑无双。见过林离大长老。剑无双？你便是剑无双？那个被霸天老祖满天下悬赏，且没过多久又将古妖一族得罪得非常惨的剑无双？是我。圣主，这剑无双可是霸天老祖跟古妖一族都要置之死地的人，你现在将他带到族内来，这对我血修罗一族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大长老多虑了，老三与霸天老祖之间的恩怨已经一笔勾销了。至于那古妖一族，之前老三也已经面对过了，双方也并没有达到不死不休的地步。是这样。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便先走了。老四，刚刚的林离是怎么回事啊？为何我感觉他看你的目光有些古怪？很正常，这些支脉平日里血修罗一族也不曾理会，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的。那些支脉甚至也都早就忘记了自己是血修罗一族的人。不过但凡是这些支脉当中有非常精纯的血脉觉醒，血修罗一族便有特殊的方式感应到，便会立即出动将这位族人给找回来。像我便生在血修罗一族的支脉当中，且当初在千古界觉醒了血脉，唤醒修罗眼时，血修罗一族也立即感应到了。于是我的师尊亲自出面把我接了上来。我觉醒的血脉极高，在血修罗一族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加之又觉醒了修罗眼，在师尊的促成下，很轻易地变成了血修罗一族的圣主。修罗圣主相当于血修罗一族的王，正常情况下就算是师尊他老人家都得听从我的调遣，而那林离自然也得遵从我的命令。这林离之前在血修罗一族几乎是独揽大权，可因为我的存在，他拥有的众多权力都将归于我手，自然他心里会有些不舒服，会有些怨气。是这样。老四，2000年不见，你现在混的可比我们几个当兄长的要好多了。老大跟老二
他们也都来了清火界吗？都到了，他们现在都在虚空大陆中土大堂中呢。等过段时间，将我自己的事情了结一些，我便带着你一同前往虚空大陆。到时候咱们四兄妹可得好好聚聚。好。哦，对了，老三，你怎么会到这轮回大陆来了？而且还跟霸天老祖、古妖一族给对上了？这个嘛，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你父亲竟然成了轮回者。前几日我已经拜托轮回神殿的内殿长老丁墨，让他替我去搜寻父亲的下落了。再过几日，应当便有结果。内殿长老出手，想来肯定可以将你父亲给找出来。但愿吧。老三，这段时间你便暂且居住在这里，好好养伤。若是有什么事情，尽管传讯给我。好。剑无双，那九修你打算怎么办？九修？这九修骨头倒真够硬的。我驱动剑锋内那些禁制，折磨了他这么久，他依旧咬牙，什么都不肯说。没办法了，那剑锋内更强的禁制，我现在根本没法驱动，而光是现在这些禁制却奈何不了他。此外，那东明天尊曾说过，这九修活着对母亲而言也是有些好处的。虽然不知是真是假，但是我现在也不急着杀死他，索性就把他继续镇压在剑锋内。接下来便只有等着丁墨长老传讯给我。剑无双，听说你被霸天老祖、古妖一族的东明天尊联手追杀，最后都能全身而退，倒是真够厉害的呀！啊，我只是运气好，加之有修罗圣主帮我，才逃过一劫的。不然的话，血修罗一族的修罗圣主，哎呀，没想到你竟然跟他还有这般交情啊！听我长老，你今日传讯给我，想必是那件事，有结果了吧？是有结果了，而且这结果对你而言，应当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应当？我利用我的权限，从你那位至亲之人的来历，还有成为轮回者的时间去仔细搜寻，的的确确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找到了？你别急，我的确找到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不过奇怪的是，这个人只有5阶轮回者之前的信息，至于5阶轮回者之后的信息，却丝毫没有。可我仔细查过，轮回神殿现在的5阶轮回者当中，并没有他的存在。什么意思？不是身死，若是他在考验任务当中失败陨落，那他的信息便会彻底消除，丝毫不剩。可现在他是只有5阶之前的信息，而后边的信息却一点都没有，自身又不在5阶轮回者的行列。这种情况发生在轮回神殿的话，那便只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这个人是对轮回神殿而言拥有莫大意义或者作用的特殊人物。特殊人物？在轮回神殿是有极其罕见的一些人，他们无比特殊，且令轮回神殿无比重视，所以他们的信息是真正的绝密，即便是我这样的内殿长老也没有资格去查探。而且据我所知，现在的轮回神殿当中，这样的特殊人物绝对不会超过10位，而且不出意外，你的那位至亲之人便是这其中之一。是这样。剑无双，我之所以说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是因为这样的特殊人物，轮回神殿的保护措施也会非常了得，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陨落的。你的那位至亲之人既然是这样的特殊人物，那他现在应当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在轮回神殿的地位比我都要高啊。我明白了，多谢丁墨长老。
父亲若真在轮回神殿中有那么大地位，那权势肯定也不小。我这一次在天妖域闹出那么大动静来，他或许已经得到消息了，说不定正打算来找我。老四，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一下。你的事情便是我的事情，无需那般客气。我需要动用你的权势，去帮我留意轮回神殿那些顶尖强者，看看有没有可能跟我父亲有相似的。此外，还有古妖一族。你们血修罗一族跟古妖一族作为最强的2大巅峰族群，平日里面各种明争暗斗，彼此也肯定非常了解。我需要你帮我在古妖一族内打探我母亲的下落。这个简单。还有件事，你们血修罗一族作为轮回大陆巅峰族群之一，漫长岁月下来，肯定诞生过不少擅长剑道的强者。那些强者留下的一些剑道秘籍或是心得，应当有不少吧？剑道秘籍的确有很多，可否把这些剑道秘籍或者心得借我钻研一番呢？等我离开时，我会全部归还的。此外，我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不过是一些剑道秘籍而已，你若是需要，我直接给你送来便是。至于代价就不用了。剑无双，看你的样子，似乎是打算在这血修罗一族暂时居住下来了。我现在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再着急也没用，倒不如在这血修罗一族待下来，想办法提升实力才是王道。若是我的实力足够强横了，我哪还需要顾忌这么多，哪还需要从这九修下手，直接杀到古妖一族内，到时候一切都可以弄得明明白白了。没错，在这个世界上，实力才是王道。你现在的实力便已经无比接近一般天尊了。而等你想办法将其中一条剑道提升到造化级，且古神之力再强几分，便能够真正具备天尊战力。到时在这金火界，你便可以真正横着走了。就是这样。好家伙，单单现在给我送来的秘籍当中，记录的完整剑道就有足足188条。明日便是我族1000年一次的最高层议会，不出意外，那丫头会在议会上让我将修罗禁卫的权限给交出来。这些年因为那丫头的出现，我们手头掌握的力量被慢慢架空，到现在已经没剩下多少。而修罗禁卫是我手头掌握的力量当中最强的一股，一旦交出去，从今往后，我等在那丫头面前将再无任何抗争的余地。一个活了不到2000年的小丫头片子，她懂得什么？让她掌控整个血修罗一族，我血修罗一族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古妖一族或其他2大巅峰群族给吞并了。真不知道苏谦那老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上一次最高层会议，那丫头便让我将修罗禁卫交出来。那时我以她刚到族内不久，对族内的众多事宜还有对轮回大陆的局势不大了解的缘故，搪塞掉了她。但这一次恐怕没那么简单，得找个合适的理由拒绝掉她才行。大长老，修罗圣主之前不是请来了一位客人居住在咱们族内的吗？你是说剑无双？对对，我倒是差点把他给忘了。这剑无双仇敌甚多，霸天老祖跟古妖一族都曾追杀过他。而这些年，我血修罗一族刚好与古妖一族与那霸天老祖有些冲突，也有不小的损失。我便可以拿这件事情做文章，从鸡蛋里边挑骨头，找出那丫头做的一些不足之处来，以此为借口，拒绝交出修罗禁卫。没想到，那混元金珠的作用竟会这般巨大。这才多久？不到200年吧，我便就已经达到了3星顶端了。哼，那可是混元金珠，就算在万古混沌世界，也算是非常难得的宝物了。
当然厉害了。不过短短200年，便让你从初入3星达到3星顶端，的确我都没有想到，应当是跟你修炼的功法有关。你修的功法太过独特了，根本不能用常人的眼光去看待。别的3星古神吸收1颗混元金珠，少说也得上千年时间，可你现在不到200年，便已经吸收了2/3了。这120年，我一直在钻研血修罗一族那些剑道秘籍，在剑道上也取得了较大突破，再加上古神之力的大幅度提升，我的整体实力比之前要强出一大截来。现在的我虽然论境界还只是永恒境层次的，但实际上恐怕还真可以去跟天尊扳扳手腕。别拿你的境界说事，别人不知道，我清楚得很。你根本不能算是永恒境，放到万古混沌世界，别人也会将你当成道尊去看待。而你现在的实力，放到万古混沌世界当中，也不值一提。比你强的，比你更惊艳的人也多的是。这个我知道，你也不用这么打击我。对了，国王，我只知道从永恒境突破达到道尊是需要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像我现在已经具备突破条件了，随时都可以突破。但是道尊与天尊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天尊也属于道尊的范畴，不过唯一不同的是，天尊是需要开辟出来的道彻底融合成就不朽法身的。将开辟的道完全融合，成就不朽法身。到了天尊层次，一切都要回归于本源。到时不仅你开辟出来的诸多剑道都得融为一体，且你的2大本尊也都再次融为一体，只能剩下一个。什么？这一步你早晚都要经历的。剑无双，两位有事吗？灵离大长老，请您过去一趟。哦，两位引路吧。大长老，剑无双已经带过来了。老三，怎么回事啊？圣主，你身边这位剑无双，他的身份你应当知道吧？知道。哼，既然知道，你为何还要将他带到我血修罗一族来？你可知这些年，就因为他的存在，那古妖一族处处针对我血修罗一族，还有那霸天老祖。我族跟霸天老祖向来没什么交集，更没恩怨。可之前我族一位道尊不小心招惹到了他麾下一名护法的头上，仇怨也不算太大，按道理看在我血修罗一族的面上，顶多惩戒1-2也就算了。可结果对方却直接将我族那位道尊给灭杀了，一点情面都不给。显然那位霸天老祖也有针对我血修罗一族的意思，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剑无双造成的。你明知道这剑无双仇敌众多，还将他带到族内了，这不是为我族到处树敌吗？且我之前还听说，你为了这剑无双，还差点跟霸天老祖、古妖一族彻底翻脸厮杀起来。哼，为了一个外人，险些置我族于险地，如此行事，简直幼稚。我如何行事，恐怕还轮不到你管吧。你是修罗圣主，我族自然以你为尊，你如何行事，我自然管不着。我只是觉得你处事还不够老练，还有待磨练而已。说了那么多，到最后还不是为了不交出修罗禁卫？林立大长老，我这段日子住在血修罗一族内，的确给你们带来不少麻烦。既然这样吧，我愿意付出一些代价，算是弥补血修罗一族的损失吧。这乾坤界内有30颗混沌晶，想来足以弥补这些损失。30颗混沌晶，30颗混沌晶随手就拿出来了，好大的魄力！哼，30颗混沌晶是很珍贵，
但你为我族带来的古妖一族、霸天老祖2个大敌，这岂是区区30颗混沌晶所能够弥补的？哦，既然30颗混沌晶不够弥补这代价的话，不知道我接下来这东西是否可以弥补？什么东西？老三，小子，找死！这小子的力量虽然不错，但剑术却太粗浅了。哼，是。爆！什么？竟然夹带着第2重威能，而且这股威能好强！我滚！住手！快点住手！怎么可能？不可能！120年的参悟，那么多剑道秘籍借鉴，我剑道修为大进，其中进步最大的便是皈依剑道，将众多博杂剑道结合在一起，现在皈依剑道已然超越了天地层次，达到了造化级。造化级别的道比天地级要强太多。而我参悟剑道的同时，也在一直钻研着适合皈依剑道施展的剑招。之前虽然创出了无情一剑，但那一剑虽强，但却太过单一了。而后来我便创出了这全新的剑招剑元波。这一招不仅威能极强，且最重要的是蕴含着第2重劲道，这重劲道充满着爆炸性与毁灭性。说起来，能创出这一剑，我还得感谢那霸天老祖。林离大长老，不知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剑无双，还请你放开林离长老。剑无双，大长老并没有刁难你的意思，还请你住手。老三，这个世界不管到哪儿，永远都是靠拳头说话。这些年我待在血修罗一族内，的确给你们带来一些麻烦，甚至我还借用你们血修罗一族的一些资源，这些我都愿意用混沌晶作为补偿。不过如果有人用这个借口耍什么手段的话，那我可不答应。今日之事原本是你们血修罗一族内部的派系争斗，我本不应该插手的，但是这件事儿既然已经牵涉到我了，而且被针对的还是老四，那我也不会坐视不理的。林离，我是看在老四，看在血修罗一族的份上，才叫你一声大长老，你可别不识趣。别以为老四的师尊，也就是你们血修罗一族的太上长老苏谦不在，你就可以倚老卖老。要是逼急了，大不了我替老四出手，直接把你给宰了。反正我已经得罪古瑶一族跟霸天老祖了，也不差你们血修罗一族。我就算杀了你，你血修罗一族恐怕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老四，林离大长老，从今天开始，我将全权接手修罗禁卫，你可有意见？其他的诸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一切全凭圣主调遣。老三，刚刚多谢你了。小事而已。再说了，若非我的确给你血修罗一族带来了麻烦的话，那林离也找不到借口来刁难你。那林离之前师尊不曾外出时，他对我毕恭毕敬的，不敢有一丝违背。可师尊一出去，他便处处刁难我。我手头上积蓄的实力不多，若是真跟他撕破脸，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今日有你出手相助，修罗禁卫落入我的手中，我手上掌握的力量大增，他休想再翻出什么浪来。老四，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成长了不少啊。人嘛，终归是要成长的，但不管有什么变化，咱们之间的兄妹情感却绝不会变。那就好。哦，对了，老三，你之前让我去古妖一族打探你母亲的下落，我早就派人去探查，而不久前那人便传消息给我，说已经有点眉目了。有眉目了？是有点眉目，但现在还未确定，应当用不了几天，我的人便会将确切的消息传给我。有结果就好。拜见大人。剑无双，将关乎这剑无双的全部信息
都给我拿过来。是。果然是那小子。古妖一族与霸天老祖联手都奈何不了他，他更是亲手接下霸天老祖3招而不死。不错嘛。刚好我也已经准备动手了，这个时候他能赶来助我一臂之力，真是太好了。古妖一族，哼！立刻将这份邀请函在最快的时间内发往天妖域的各方族群势力，还有众多的独行强者，但凡有些能耐的全部发一份。这是监察使接任大会。老三，有结果了。我族很久以前便渗透入古妖一族的一位强者传讯给我，他已经打探出了你母亲的下落，虽然不敢100%确定，但有80%的把握。说说看。是这样的，当初他接到命令开始调查起你母亲下落时，他最先调查的便是古妖一族内部的一些强者，且因为你母亲是2000多年前被9刀剑尊亲自从千古界抓上来的，要找出来应当不难。可我族那位强者在古妖一族内足足找了100年，却一点消息都没有。古妖一族内似乎根本没有你母亲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暗中询问了很多强者，那些强者也都不曾听说过9刀剑尊去千古界一趟，更别说抓人上来了。原本一点头绪都没有的，直到后来我族那位强者无意当中听人说起了天绝峰。天绝峰？什么天绝峰？天绝峰是古妖一族内一处无比奇特的地方，那是古妖一族的禁地，令古妖一族无数族人都闻之变色的地方。天绝峰在古妖一族内几乎被彻底孤立，古妖一族内的众多强者族人别说进入天绝峰了，就算是想要靠近都做不到。只有那些犯了滔天罪孽，或者是给古妖一族带来无尽损失的族人，才会关押在天绝峰之内。这种待遇一般人根本没资格拥有。古妖一族在轮回大陆屹立那么多年，可天绝峰之前却仅仅只关押过2人。那2人，一个是古妖一族的第2代族长，他因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古妖一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险些彻底在轮回大陆消散。待危机解除后，他内心愧疚，便自愿前往了天绝峰，一待便是足足100万年。第2位则是古妖一族历史上最大的一位叛徒，那位叛徒欺师灭祖，杀了自己的师尊，甚至杀了他的父母，随后逃出古妖一族。后来古妖一族派遣大量强者追杀他，在途中大量族人死在他的手中。这是一个无比疯狂且彻头彻尾的大魔头，最后还是当时古妖一族的第1强者亲自出手，将其镇压并关押在了天绝峰内。那大魔头在天绝峰受尽了无尽的折磨，后来终归是身死了。老四，你提到了天绝峰，莫非我母亲她……这便是我要说的。我族的那位族人就是听人说起过，不久前那天绝峰内又关押了一人，那人是一名女子，但没人知道她的名字跟来历，也不知道她到底为何会被关押在天绝峰当中。不过我族那人却查出，那名女子是在2000多年前被关押在天绝峰的。按照你所说的，你母亲在古妖一族内应当颇为特殊，且古妖一族众多强者大多并不知晓你母亲的存在，而被关押在天绝峰的那名女子同样没人知晓来历，神秘无比，而且是2000多年前被关押到天绝峰的，在时间上也无比吻合，所以我才说那名女子有80%把握应该就是你的母亲。天绝峰，天绝峰。老三，我替你仔细调查过天绝峰。天绝峰是古妖一族的禁地，
而但凡是被关押在天绝峰内的人，除非是自愿进入的，否则古妖一族是断然不会让他从天绝峰内活着走出来的。当然，这个世界不管在哪儿，一切都是实力为尊。你若是实力强横到令古妖一族在你面前都瑟瑟发抖，那么只要你一句话，那古妖一族就是不敢不放人。不过你现在的实力虽然强横，但距离那一层次却还是要差上一些。我明白，不管怎么说，母亲的下落我起码是清楚。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想办法将实力提升上去。只有当我的实力足够强了，比如达到虚空殿主、轮回殿主或者是旭日剑帝那样的层次，那么凭我一人之力就可以直接杀到古妖一族内，将母亲给救出来。一切都得需要绝对的实力。圣主，这是刚刚从轮回神殿来的邀请函。轮回神殿的邀请函？老四，怎么了？你先下去吧。轮回神殿出邀请函，要我族派遣强者去参加新的监察使接任大会。监察使？那是什么呀？轮回神殿的监察使是轮回神殿内地位与权势仅次于轮回殿主的绝顶人物，像那些内殿长老都得有8阶轮回者去担任，一个个位高权重的。可这些内殿长老却都得听从监察使的调遣。可以说，轮回神殿的监察使那就是一方巨擘，且监察使的实力都非常恐怖，一般只有那通过了最终考验的9阶轮回者才有资格担任监察使的职务。可9阶轮回者何等稀少，据我所知，轮回神殿的轮回者考验越到后面考验越难，光是8阶轮回者的考验便无比苛刻。至于9阶轮回者的考验，就算是一般的天尊都闻之色变。可以说，有资格成为9阶轮回者的必然都是天尊之上的顶尖存在。轮回神殿在轮回大陆矗立那么多年，那轮回者也存在了那么多年，一直优胜劣汰，疯狂竞争。可无数年下来，能够走到最后成为9阶轮回者的，5根手指都数得过来。而现在的轮回神殿内只有2位9阶轮回者，这么2人也是轮回神殿的2位监察使。而现在这邀请函，很显然轮回神殿的第3位监察使要诞生了。3天后，轮回神殿便会举行监察使的接任大会。老三，到时你也跟我一同去参加吧。我？监察使在轮回神殿拥有那么大的权限，我见到他，若是付出足够多的代价，或许可以请他帮我找寻父亲的下落。那便在这儿等上3天吧。不过这监察使的接任大会邀请的不可能只有我血修罗一族，还有轮回大陆的各方顶尖势力族群，甚至包括一些独行强者。到时候那古妖一族肯定会到场，甚至连霸天老祖估计也会到来，你得有心理准备。古妖一族，霸天老祖。霸天老祖之前跟我有过赌约，那么多人看着，他也不至于出尔反尔。今后我只要不再招惹他，他就算是心有不甘，估计也不会再出手对付我。至于那古妖一族，有什么手段尽管施展出来，我全部接了便是。轮回神殿的监察使竟然又诞生了一位。监察使可不比内殿长老，轮回神殿大大小小的内殿长老加起来有20多位，且中间替换了不少。可监察使那么多年下来一直只有2位，也不曾替换过。到现在这第3位监察使诞生，这可是大事儿。立刻让人准备一份厚礼，3日后本座亲自前去祝贺。轮回神殿的监察使在轮回神殿拥有莫大的权势，虽然平日里高高在上，
从不理会天妖域以及轮回大陆各方势力的争斗，但他们的影响力却大得惊人。有时候，监察使的一句话便可以让我血凤一族多年积累化为虚无。同样的，一句话也能让我血凤一族比以往要强上得多。现在，之所以我血凤一族在4大巅峰族群中处于垫底，除了自身实力稍差些之外，最重要的便是与轮回神殿的那2位监察使没有丝毫交情。而现在，这第3位监察使诞生，我血凤一族一定要想方设法跟他攀上些交情，就算无法令他升起好感，也绝对不能让他对我血凤一族有任何的不满。3天后，本座与3大长老亲自出马。这次大会，古妖一族竟然派了足足2位天尊到来。雷翼天尊，这疯子！雷翼天尊之前不是去了一处绝地闯荡了吗？这都上万年没有露面了，没想到今日竟然出来参加这大会了。是血修罗一族的人，为首的那位是血修罗一族的修罗圣主。修罗圣主，那可是血修罗一族的王。虽说他自身实力不算多强，可他觉醒了修罗眼，可以直接控制强者。像他背后那名天尊，据说就是受他控制的。直接控制天尊，这能耐当真了得。跟修罗圣主并排走着的那个人又是谁？这个人，他莫非是剑无双？对，他就是剑无双。他就是剑无双，那个在不久前令整个天妖域都为之震动的剑无双。据说他只是一个永恒境，却能在霸天老祖跟古妖一族的东冥天尊联手下保住性命。虽说这其中有修罗圣主相助的关系，可他正面接下来霸天老祖3招而不死，这是事实。知道古妖一族的9剑道尊吧？那可是古妖一族的宝贝疙瘩，就是被这剑无双给镇压了，而且到现在都还在他手中，没有被放出去。剑无双，你便是剑无双？老三，这人是古妖一族的雷翼天尊，论实力，比东冥天尊、淋漓都要强上一筹，而且他的性子极其暴躁。古妖一族是雷翼天尊，我就猜到是他。这雷翼天尊的性子是出了名的暴躁，在古妖一族3大天尊当中，绝对是最暴躁的一位。之前我看到他出现在此次大会上，我就猜到会有好戏看了。这剑无双都将你9道剑尊镇压100多年了，可古妖一族一直一点反应都没有。直到现在，雷翼天尊跟剑无双碰上，以雷翼天尊的性子，他绝不可能忍下去。好好看着吧。小子，老夫在问你话呢。你是不是那个由千古界的蝼蚁所生、血脉低贱的小杂种剑无双？老家伙，你刚刚说什么？说什么？你没听清吗？那好，老夫便再说一遍。老夫是说你是个血脉低贱的小杂。蠢货！这里毕竟是轮回神殿那位监察使接任大会的现场，老夫正找不到机会杀他呢，他却自己先动手了。他自己先动手，就算老夫杀了他，监察使怪罪起来也不关老夫的事儿。天崩式！哼，一剑绝影。好诡异的一剑，竟然如此轻松，就挡下了我的天崩式跟绝影一剑。杀！小子，别太自以为是了。死！还真是好胆魄。天尊，这绝对是天尊层次的战力。老天，一个永恒境竟然跟一位天尊斗成了旗鼓相当。我是在做梦吗？
那小子恐怖，这小子的天赋太恐怖了。施展绝招了吗？不好！还好我当初没有疯到想要不惜一切的杀死他，不然我八成杀不死他。可多年后，这小子却绝对可以100%杀死我。你们在做什么？怎么回事？剑无双、雷翼天尊，你们两个给个交代吧。丁魔长老，今日之事在场诸位都看在眼里，是这剑无双先出手的。哦，是我先出手的。剑无双，你应当知道，这里是我轮回神殿那位监察使大人的接任大会，你在这大会上直接出手，把大会现场弄成这样，未免也太不将监察使大人，太不将我轮回神殿放在眼里了吧？今日之事是我鲁莽，得罪之处，我愿意付出相应代价作为补偿。不过，我剑无双行事从来不会后悔，既然已经动了杀机，那便是至死方休。雷翼天尊，今日在监察使接任大会上，我不便杀你，可是你等着吧，只要这大会一结束，我剑无双便会立即开始追杀你，不管你逃到哪里，就算你今后永远躲在古妖一族老巢内，待我突破达到道尊之日，照样会杀上古妖一族，将你碎尸万段。追杀我，你还是好好想想该怎么脱身吧。冒犯了监察使大人，你以为随便拿出一些东西就可以了结了？剑无双，监察使大人的威严，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去冒犯的。当然，这一切都得看监察使大人的心情。若是大人心情好，或许只需要你赔罪就行了。可若是大人心情不好，一怒之下有可能直接杀了你。总之，你自求多福吧。监察使大人到。监察使来了，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是怎么死的。好独特的气质，燃，太燃了！他便是轮回神殿新任的那位监察使吗？果然非同一般。听说这位新的监察使在轮回神殿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他从1阶轮回者达到9阶轮回者，仅只用了2000余年的时间，崛起的速度是轮回神殿创建以来最快的一位。只用了2000年，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而且我还听说这位监察使备受轮回殿主的青睐，甚至有传言说轮回殿主早就收他为亲传弟子了。轮回殿主的亲传弟子，这里是怎么回事啊？大人，是剑无双跟古妖一族的雷翼天尊，他们2人刚刚在这里大战了一场。监察使大人，是这剑无双先出手，我是无奈反抗的，并没有想到冒犯大人您的意思。是这样，他说的可是真的？是，我想要他死。哦，小子，在监察使大人的面前还敢这般放肆，还想让我死？老夫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先死。还真是自己找死。雷翼天尊，剑无双说的话你听到了？是，监察使大人，这剑无双肆意妄为，捣乱接任大会现场，甚至见到监察使大人您还敢这般狂妄，触犯大人您的威严，简直不可饶恕，还望大人能够直接出手严惩他。严惩？哼，可悲。雷翼天尊，暂且不说严惩剑无双的事，我就问你，
刚刚剑无双所说的话，你可曾听到了？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哼，听清楚了就好，这样你起码也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死了。什么？既然他要你死，那你便去死吧。怎么会这样？太强了！刚刚的那一剑，雷翼天尊死在这一剑下，不冤呐。错觉，对，就是错觉。那一剑看上去是慢吞吞的，慢得可怜，可实际上却是快得不可思议，快到了极致，比开辟出极光剑道的我全力施展的一剑还要快得多，快得让人产生错觉，快的那雷翼天尊都来不及做出反应，更来不及抵挡躲避，便直接被斩杀，太恐怖了。监察使大人，小子，过来坐吧。是，父亲。父亲？剑无双叫监察大人为父亲？难道这位新上任的监察使跟剑无双是父子？开玩笑吧！怪不得老三费尽心机，却一直找不到他父亲的下落。原来他父亲竟这般了得。那小子，竟然是这位新上任监察使的儿子。还好，我跟这小子之间的恩怨已经了结了，我也遵守承诺，没有再找过他的麻烦。虽然之前的确追杀过他，但既然已经了结，他的父亲这位恐怖的监察使应当不至于动怒而将我杀死了，顶多我事后再去赔礼道歉就是。很不错嘛，小子，这么短的时间便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跟父亲比还差了些。别跟我比，我的遭遇跟你不同，真要说起来，你比我要强上很多。哦，剑无双，你眼前这位真是你的父亲？当然。若他是你父亲的话，那就有点意思了。啊？什么意思？剑无双，按照你所说的，你的父亲是2000多年前出生在千古界，且也是在千古界成为的轮回者，再到这轮回大陆来的。也就是说，你父亲只活了2000多年，可我却能够看出来，你的这位父亲最起码已经活了过10万年了。什么？别不相信，我望月一族最擅长的便是恢复能力。既然是恢复，那对生命力的感应自然是无比强烈的。我可以肯定，你父亲绝对已经活了过10万年。怎么会呢？父亲明明只比我大几十岁罢了，也就活了2000多年，怎么忽然就过了10万年？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父亲应当是曾经进入过一处非常特殊的秘境，那秘境的时间流跟外界并不一样，比如外界只过去1年，秘境内却过去了100年甚至1000年之久，这都是有可能的。是这样。万古混沌世界，强者无数，自然也有众多神秘莫测的手段，改变时间流便是其中之一。不过改变时间流那是属于大能者的手段，只有达到星辰一脉创始者或者洛真王那一层次，且在时空上有着极高的造诣钻研，才有可能施展出来。而你所在的这清火界，按道理不可能拥有这等莫大手段的秘境才对啊。你父亲不仅活了10万年之久，且还有一点，
那便是他的体质也非同寻常。父亲的体质？你父亲的剑术很强，他在剑道上的天赋绝不比你弱，甚至比你还要更高。之所以如此，除了他自身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体质。如果我没猜错，他应当是传说中的剑灵之体。剑灵之体是什么呀？这个嘛，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等待会儿再慢慢跟你说吧。好。东明天尊，2000多年前被我古妖一族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差点灭杀了的父子，现在却双双成长到这般地步了。一个剑无双，一个轮回神殿监察使，这……东明天尊，2000多年的时间，天绝峰上的那位过得可还好吧？还好，还好。哼，我今日邀请诸位前来，除了来参加这监察使接任大会之外，还要宣布一件事情，希望诸位能够做个见证。2000多年前，我的妻子姬无梦被古妖一族的9剑道尊捉走，一直关押在古妖一族的天族峰。这2000多年，我成为轮回者，无数次在生死边缘徘徊闯荡，经历了无数磨难，终于走到了今日这一步。刚好我与无梦的孩子剑无双也成长了起来，时机已到，我父子2人与古妖一族的恩怨纠葛也是时候做个了断了。1个月后，我父子2人都会以个人的名义杀上天绝峰，救回我的妻子，救回他的母亲。不管是谁胆敢阻我父子2人者，一律杀无赦。杀上天绝峰，这是要与古妖一族拼个你死我活呀！一方是轮回大陆4大族群巅峰之一的古妖一族，还隐隐是第1族群；另一方，则是清火界2大最强的妖孽，而且还是父子，2人都已经具备天尊的战力，其中这位监察使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这2方的碰撞，天哪！大师姐，这绝对是轮回大陆100万年内最大的一次事件。东明天尊，我刚刚所说的话，你最好是原原本本的将其传递给枯心天尊。1个月的时间，让他好好想清楚该如何选择。今天，我正式接任轮回神殿的监察使，诸位尽情吃喝。父亲，你当真是那位轮回殿主的亲传弟子？对，在1000多年前，当我的进步度逐渐展露出来时，师尊便注意到了我。当我成为5阶轮回者时，师尊便出面收我为亲传弟子，且这些年也对我悉心指导，甚至还花费了莫大的代价送我去了一处秘境。就是因为如此，我的实力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步如此之大。是这样。原本我的打算是将你的母亲救出来之后，再去虚空大陆找你的，可没想到你却先来找我了。剑无双，你的父亲身怀剑灵之体，潜力其实并不弱，可惜什么呀？还有那剑灵之体是怎么回事？剑灵之体是一种无比独特的体质，剑无双，你应当知道神兵有灵。这我当然知道。神兵有灵，而一些等级极高的神兵更是蕴含着自己的意识。
这些具备意识的神兵，若是知道自己即将彻底崩溃时，他们所拥有的灵智也会逃窜。这些逃窜的神兵灵智，大多数都会渐渐消散在这天地间，有的则是会重新依附在另外一柄神兵之上。但还有最后一种，还是最为罕见的一种，便是这神兵之灵会进入人的身体，与人的身体及意识完全融为一体，这也就诞生了无比独特的气灵之体。像你的父亲拥有剑灵之体，应当便是有一柄剑类神兵之灵，与你父亲的身体完全融合了。剑灵之体，这在整个万古混沌世界都极其罕见，因为几率太小了。而拥有这般体质的人，他们生来对剑道有着不可思议的天赋与潜力，甚至他们根本就是为剑而生的。他们参悟剑道，就跟吃饭喝水般轻松简单。任何一个拥有剑灵之体的人，都是真正的剑道天才。像你的父亲融入他体内的那道剑灵，层次极高，按道理他今后的成就注定非同凡响的。虽然他的潜力还没法跟你比肩，却也非常了得的。但可惜的是，他的潜力在年轻阶段应当受到过一些压榨，根基受损，潜力自然也大幅削弱了。古王，父亲被压榨的潜力有没有办法可以修复过来？没办法，他对潜力的压榨伤及的都是他的根基。一个人的根基有多么重要，你自己最清楚。像你拥有完美根基，这就导致你潜力堪称无穷无尽。但你的父亲潜力是完全没法修复过来的。不过剑灵之体的拥有者，就算潜力大幅度削弱，他今后的成就也绝对不会低到哪去。我可以肯定地说，你父亲今后注定是可以达到轮回殿主、虚空殿主那一层次的，甚至还可以在那一层次走上巅峰。但估计也只能止步于此了，想要再强，不大现实。我明白了。双儿，知道为何我要在1个月之后才杀上天绝峰吗？为什么呀？因为1个月后的那一天，正是你母亲被抓走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从那天距离现在刚好2100年。每一年，每一天，甚至每一个时辰，我都记得清清楚楚。2100年，父亲竟然连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记得那般清楚，可见母亲在他心中的地位。1个月，只剩下1个月了。梦儿，1个月之后，我便来接你，咱们一家团聚。1个月后，一定要救出母亲。事情就是这样。你是说轮回神殿这位新上任的监察使，便是我那弟子在千古界找的夫君？那名震轮回大陆的剑无双，是他2人的儿子？是。这怎么可能？我那弟子被九剑从千古界接上来，不过短短2000年时间，而当时那剑南天、剑无双2人，都只是千古界一蝼蚁罢了。短短2000年，他们当中若是有1人成长到了今日这般地步，老夫勉强还可以接受。但父子2人双双成长到这般地步，这就匪夷所思了。是匪夷所思，但却是事实。那剑南天都已经当着各方强者的面，说1个月后他父子2人会直接杀上天绝峰，胆敢阻他们者，一律杀无赦。苦心大哥，现在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对付他父子2人吧。
东明，你之前看清楚了，那剑南天真的只用了一剑，便将雷毅给斩杀了？当然看清，不只是我，还有道场各方强者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剑南天只施展了一剑，很诡异的一剑，看上去明明慢吞吞的，好像没有丝毫力气一般，可在这一剑下，雷毅却连挣扎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便直接被灭杀了。慢吞吞软绵绵的一剑，他开辟的剑道应当极强，且3条剑道应当都已经彻底融合了，成就的不朽法身异常强横，单论实力应当也达到了天尊大圆满了。天尊大圆满？那岂不是跟大哥你一样？苦心大哥，你说那剑南天是天尊大圆满的实力，那跟大哥你比起来又如何？这个不好说呀。天尊与天尊不仅每个层次差距巨大，就算是同一层次，实力都有着莫大的差距。就拿清火界的第一剑修旭日剑帝来说，那旭日剑帝就只是一位天尊，但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一直都是一个谜啊。同样是天尊大圆满，可我在那位旭日剑帝面前却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而这剑南天或许跟那位旭日剑帝比起来还差得甚远，但他能一剑斩杀雷毅，其实力应当不弱于我。至于比不比我强，那必须要战上一场才会知道。连大哥你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击败他？是没把握，不过他想要过我这一关也绝不容易。何况这是我古妖一族的老巢之内，占尽了优势。那剑天南父子2人既然都说了会以个人身份前来，那便不足为惧。天绝峰是我古妖一族禁地，自我古妖一族创建开始立下过规矩，漫长岁月下来，这规矩都无人敢打破。这剑南天、剑无双父子同样也没资格打破。哼，还想让我古妖一族主动将人交出来，真是笑话。传令下去，所有人都做好准备，1个月后就让我古妖一族好好会会这对逆天父子。徒儿，师尊，有件事老夫需要提前告知你，1个月后我古妖一族将会迎来2位客人，这2人分别是剑南天跟剑无双。什么？师尊，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待在天绝峰内思过，你便会放过他们，你答应过我的。都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天绝峰上诸多折磨痛楚，原以为他应当将那2人忘记得差不多了，可谁曾想一提到那父子2人，他情绪波动依旧大成这样。老夫既然答应了你，自然说话算话。自将你带回族群之后，我古妖一族便再也不曾为难过那父子2人。就算之前剑九抽取了那剑南天的剑魂，老夫也亲自训斥过了，但今日并非是我古妖一族与他父子2人过不去，而是他父子2人杀上门来了。什么？是老夫太小瞧那父子2人了，没想到短短2000年时间，这对父子便已经成长到了这般地步。现在这对父子，一个贵为轮回神殿监察使，甚至他还有可能是那位轮回殿主的亲传弟子，天尊大圆满的实力修为，实力丝毫不弱于老夫。至于另一个，也就是你儿子剑无双，虽说只是永恒境修为，可战力之强，甚至正面击败了我族的雷毅天尊。这父子2人
都是清火界1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而昨日他们已经对外公布了消息，1个月后父子2人便会杀上天绝峰，胆敢阻拦者一律杀无赦。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徒儿，你应当清楚我古妖一族的底蕴，你也应当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没人可以救得了你。1个月后，我古妖一族势必会与那父子进行一次碰撞。那一战，老夫可以答应你不会下杀手，让他们父子2人安然离开。但老夫希望借助这次机会，你要彻彻底底断绝与他父子2人的关系。这不管对你，还是对我古妖一族，还是对那父子2人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言尽于此，该如何选择，看你自己的了。南天，还有双儿，你们过得还好吗？古妖一族在暗地里被不少人称之为轮回大陆第1族群，实力强横，底蕴更是深不可测。但这一次，这古妖一族算是惹上大敌了。哎呀，轮回神殿的监察使之前还曾一剑斩杀了雷翼天尊，那位监察使绝对具备了天尊大圆满的实力，在整个古妖一族估计也只有那位枯心天尊可以抗衡了。这一次古妖一族是真的危险了。那可未必，我之前可听说了，那位监察使会以私人的身份前来，也就是说他不会调动轮回神殿的力量。光凭他与那剑无双2人之力，虽然2人都很强，可他们面对的可是整个古妖一族啊。不管怎么说，今日这一战必然会相当精彩。精彩是肯定的，我现在只是希望那古妖一族千万别让步，别让那位监察者大人跟剑无双2人杀来，古妖一族就立即将关押在天绝峰上的那位给放出来了。这肯定不会，天绝峰对古妖一族意义重大，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关头，否则古妖一族绝不会轻易交人。另外，你看到古妖一族上方的那重大阵没有？连大阵都已经驱动开来了，显然是打算迎敌了。这大阵似乎很强啊。何止强，这可是古妖一族的护族大阵，据说没有几位天尊大圆满强者联手，是不可能将这大阵破除掉的。谢南天，轮回神殿新上任的监察使，据说还是轮回神殿的亲传弟子。另一个是剑无双，果然他只是一个永恒境。这对妖孽父子终于来了。他便是枯心天尊吗？连护族大阵都用上了，看样子是打算死磕到底了呀。早就猜到了。枯心天尊，看来你已经有决定了。当然，剑南天，你贵为轮回神殿的监察使，如非必要，我古妖一族不敢得罪于你。但天绝峰上的那位，对我古妖一族而言，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你想要老夫将他交给你，却是做梦。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怎么会呢？有点意思。剑南天，你太小看我古妖一族了。我古妖一族能够在轮回大陆屹立那么多年而不倒，其底蕴又岂能是你可以想象的？单单现在挡在你面前的这护族大阵，若是没有数位天尊大圆满强者联手，根本就没法破去。你不是要杀上天绝峰吗？可现在你连我古妖一族的大门都休想进来。这大阵威能的确不错，不过单凭这大阵就想怎么破，
那未免也太天真了。那是很久之前，我拜轮回殿主为师，师尊将这枚令符赐予我，用作保命手段。这些年我虽然经历了众多凶险，很多次都是九死一生，可我一直尽可能地保留着这件最后的底牌，便是猜到会有今日的一幕。你古妖一族的这护族大阵，必须数位天尊大圆满联手，方才能够破去。可我这令符却蕴含着师尊的一击之力，我倒要瞧瞧这护宗大阵挡不挡得住。那是轮回殿主的一击之力。哼，就算破掉了大阵又如何？没了阵法，大不了正面一战便是。我古妖一族强者如云，而你们仅仅只有2人罢了，谁怕谁呀？古神为何在？古神战阵。啊，那是什么？战阵？是阵法吗？好诡异的阵法，竟然是依靠血脉之力组成的阵法。好强的气息，这气息已经达到天尊层次了，甚至在天尊当中也属于极强的。9位道尊联手形成的战阵，拥有了天尊的战力。这是什么战阵啊？竟然如此强横！这战阵依靠的是血脉之力的结合。据说古妖一族一共有2种血脉，但觉醒最广泛的是天妖血脉。古妖一族的族人9成9觉醒的都是天妖血脉，但是还有另一种血脉是古神血脉。这古神血脉同样强大无比，只不过在古妖一族内能够觉醒的族人确实太少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刚刚那9大古神位应当都是觉醒了古神血脉的道尊强者。古神战阵是我古妖一族自诞生以来便一直流传下来的，一直是我古妖一族掌握的底牌之一。这战阵威能强横无比，只可惜只能由觉醒了古神血脉的族人去施展。我古神一族的血脉一直都是以天妖血脉为主，至于古神血脉，觉醒的却太少了。这么多年的积累，也仅仅只有6位道尊觉醒了古神血脉。若是我古妖一族内有更多的道尊觉醒了古神血脉，凭借着战阵，我古妖一族绝对可以横扫其他3大巅峰族群。这战阵有点意思。父亲，这战阵交给我吧。哦，4星银甲古神。这是怎么回事？是压迫，是来自血脉上的压迫。那剑无双很明显也具备古神血脉，而且他的古神血脉好纯正，远比古妖一族那些族人觉醒的血脉要纯正强大得多。暗金色的古神，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王族古神？天哪！9大古神为彼此联手，竭尽全力之下，也仅仅形成了一尊银甲古神，勉强带着一些金色。他这剑无双竟然拥有纯正王族古神血脉，这……谁当初是说这剑无双只是蝼蚁所生，拥有的是低贱血脉的？王族古神血脉，这还低贱呢？我古妖一族历史上有不少族人觉醒过古神血脉，但其中最强的一个也仅仅只是一尊金甲古神血脉。这剑无双绝对是我古妖一族当中古神血脉觉醒的最为纯正的一位。这般了得的血脉，他原本该是我古妖一族的族人呐！都闭嘴！王族古神又如何？他终归只是3星王族的古神，也就媲美武者的道尊层次。
而9大古神位所化的古神却已经到达了4星层次，实力上完全可以正面碾压他。古神战阵，动手！4星银甲古神，来战上一场！怎么会？再来！一边去！唉，明明具备4星银甲古神的力量，却根本没法将这力量发挥出来，没意思。古神第一指破戒，竟然挡住我一指，没有彻底崩溃。哼，一指不够，那便再来一指。古神战阵要撑不住了，东明，你赶紧出手。我？东明天尊？是东明天尊，他打算出手了。那古神战阵便已经具备了天尊战力，现在这东明天尊又出现，这是2打1呀！那剑无双怎么说也只是一个永恒境啊！古妖一族如此行事，有点说不过去吧？哼，还当剑无双是永恒境？你看他展露的实力，另外，他都已经是3星古神了，3星古神就相当于人类的道尊。哼，来得好，那便一起上！怎么会这么快？9重浪，好诡异！是我大意了。2大中等天尊战力联手，光凭我一人，确实无法抗衡。哼，不过我一个抗衡不了，那2个呢？那是分身吗？我的杀戮本尊战力跟我的世界本尊相当，但不同的是，我的世界本尊拥有血煞降甲跟血锋剑2件宝物，足以让我的实力暴增达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杀戮本尊没有血煞降甲，没有血锋剑，但凭借3星顶端王族古神之力，配合9天剑阵，战力应当也能达到天尊层次。再加上古神的厮杀手段，应当足以跟那尊银甲古神斗上一斗了。我的世界本尊战力比那东明天尊要强上不少，给我半刻钟，我便足以将其击败。半刻钟而已，交给我，动手！找死！9重浪，一力破万法，给破！怎么会？老天，这便是剑无双的真实实力吧？不管是本尊还是分身，竟然都那般强横，太强了！这剑无双当真太强了。虽然他古神之力已经达到了3星层次，可他的灵力修为的确只是一个永恒境，战力竟然强成这样。等他突破达到了道尊，那得有多强？这剑无双，他早就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而且不止一条。可他到现在都不曾突破道尊，他想做什么？他想让自己的道变得更强，这样今后突破达到道尊，实力也会更强，潜力也会更大。这家伙真是怪物啊！这个小子，双儿比我要优秀太多了，很多事情我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去实现了，但他却可以。我还有梦儿，现在都是他的牵绊，会影响他的成长。等待此件事了，我会带着梦儿游历清火界，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没了牵绊，接下来就看这小家伙自己能够走多远了。这是什么手段？好古怪，好独特的意境。是道，剑道。这到底是什么剑道？为何给我的感觉会这般怪异？这剑南天
难不成开辟的3条道当中，还有一条最强剑道？不可能，不可能的！苦心天尊，出手吧！老夫也很想瞧瞧，身为轮回神殿监察使的你到底有多强，又凭的什么敢扬言要杀上天绝峰？血力手！幻术！我的天妖幻术，竟然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给我爆！受死吧！哼，算你跑得快。天尊之战，寻常道尊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现在古妖一族的其他2大天尊战力都已经被我击败了，接下来就看父亲的。怎么会？幻术攻击，他一点都不受影响；音波攻击，他也不为所动。就连我刚刚施展的最强绝招，他随意出剑就挡下来了。剑南天，不愧是能够通过轮回神殿第9重考验，成为监察使的巅峰强者。你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还要强上不少。同样是天尊大圆满，你比我要强。若是在其他地方遇到你，老夫必然二话不说掉头就走。但在这里，却是我古妖一族的老巢，我古妖一族1万年积累下来的根基所在，你赢不了。巨灵大阵，起！这古妖一族准备的的确够充分的，竟然还在族内布置了规模如此大的巨灵大阵。剑南天，现在你再来接我一爪试试。什么？怎么会？同样是天尊大圆满，他的实力怎么会？苦心天尊，你这一战开始到现在，你已经施展过不知道多少攻势了，而现在，你是不是也应当接我一剑了？去吧！看来老夫猜的没错，你的确开辟出了一条最强剑道。最强剑道，传说中的最强剑道，怪不得如此之强，原来是开辟出了最强剑道的天尊大圆满。父亲，身怀剑灵之体，剑道天赋本就强横，而且又在那方秘境当中修炼了过10万年之久，开辟出最强剑道来，算不得什么。若非他弱小时潜力被压榨的太多，他会更耀眼的。想不到，当真想不到啊！2000多年前，那个不被我古妖一族看在眼里，认为是玷污了我族血脉的小子，竟然能够开辟出最强剑道来。我更加想不到的是，你竟然能够将我古妖一族逼到这一步。自我古妖一族创建以来，那么多年过去，我古妖一族历史上也就只有一次被逼到了这般地步。我古妖一族最强的那招底牌也只施展过一次，但现在看来，怕是得第2次施展了。血拳，给我起！
这是什么？好强的气息！这古妖一族倒是好手段呐！如果我没猜错，这枯心天尊刚刚吸收的那些磅礴的血脉之力，是古妖一族的强者在临死前将血脉之力强行抽取出来，从而汇聚起来的。古妖一族在轮回大陆存在那么多年，历史上诞生的光是道尊强者就不知道有多少，而死去的强者肯定也极多。而古妖一族将这些死去的强者尸体收集起来，然后用特殊的手段将他们拥有的血脉之力抽取出来，形成了一座庞大的完全由血脉之力形成的血泉。这些血脉之力虽然驳杂无比，强行吞噬的话对身体也有着巨大的伤害，但通过吞噬这些血脉之力，却可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更强的战力，就像现在这样。麻烦了，剑南天，我说过，你太小看我古妖一族了。父亲，别急，你父亲还活着。没死，而且伤势竟然也不重。这小子，为了今日，我已经准备了整整2100年。在这2100年里，我所经历的无数次生死磨难，无数次死里逃生，无数次的挣扎，就是为了这一天。今日，没人可以阻挡我，你挡不住我。那一剑，这一剑是多年前我进入一处秘境，在机缘巧合下看到的一招剑术。那招剑术深奥无比，我倾尽足足数百年的岁月，只为钻研那一剑，结果却也仅仅参悟了一半。之后，我凭借那参悟的一半剑术，再通过自己对剑道的钻研，创出了全新的一式剑招。这一剑，我还从未在别人面前施展过，甚至它的名字我都一直不曾想过。现在，这一剑问世，他要替我破开面前的一切阻碍，击溃一切强敌，只为登上天绝峰顶，让我与梦儿相见。既是如此，那么这一剑就命名为寻梦。什么？怎么可能？不可能的！我不相信，绝不相信！太上长老，败了。父亲刚刚那一剑，那一剑，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当是出自万古混沌世界一位非常了得的剑道强者之手。那位强者虽然没有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般了得，但他的剑术的确非常可怕。他创出了一门剑术，一共有12式。你父亲钻研的应当就是第1式，而且仅仅只领悟了一半。虽然只是一半，但你父亲剑道天赋极高，凭借一半参悟，再配合自己的一些剑道理解，创出了一招全新的剑术，威能也有那完整第1式的7成威能。而他又是天尊大圆满修为，还开辟了一条最强剑道，全力施展这一剑，威能之强已然超出了天尊的范畴。真要说威能的话，你父亲刚刚那一剑，比之前他捏碎的那枚玉符蕴含的轮回殿主一击之力也丝毫不弱。你父亲毕竟还未真正跨入那一步，施展那一剑还是太勉强了。单一剑就得耗费他80成的灵力，他一场厮杀下来，
那样的剑术，他也只能施展一剑。剑南天，你以为没了我古妖一族的阻拦，你便可以带走他了吗？不可能，不可能的！你根本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他不仅是对我古妖一族，最重要的是对整个清火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你想带他走，我古妖一族不允许，清火宫也不允许，整个清火界也绝不会允许。你做不到的。哼，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别说区区一个清火界，就算与整个万古混沌世界为敌，又如何？南天，双儿，你们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什么？我这是做梦吗？梦儿，我来接你回家。你的顾虑，师尊已经跟我说了，放心吧，你身上背负的东西，我会替你扛下来。我若是扛不住，还有咱们双儿呢，他的肩膀够硬。那便是这剑南天的妻子剑无双的母亲。感觉上似乎普普通通，没有任何出奇之处啊，为何会被古妖一族一直关押在天绝峰内呢？这是好强好强的血脉气息，比起酷刑老祖，比起我古妖一族任何人都要强得多。我古妖一族内竟然还有一位血脉如此精纯的族人，他到底是谁？为何我从未见过？为什么你们不出手？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看着剑南天将我徒儿带走，让我徒儿的血脉彻底葬送？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呀？四位，难不成咱们真就这么看着，什么也不做？别忘了，那姬无梦拥有的血脉，对我清火宫的意义有多大？当初我们为了让他得到那传承，为了送他转世，又花费了何等巨大的代价。现在，这剑南天若是将姬无梦带走了，那咱们之前的一切努力花费的代价可就全白费了。轮回，你是那剑南天的师尊，你先说说该怎么办吧。我这弟子的性子我很清楚，他从千古界一路崛起，直到今天一路披荆斩棘，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磨难，其目的只为姬无梦。这么多年来，他付出了太多太多，那么多艰难磨难都没能阻挡他，到了现在，更没人能够阻拦他了。当初我在收他为亲传弟子时，我便跟他说过有关于姬无梦的一切，他也知道姬无梦对我清火宫，甚至对整个清火界有何重大的意义，而他既然还坚持这样去做，那便说明他有着绝对的自信。自信？什么自信？分明就是自私。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放着整个清火界的安危都不顾。轮回，这便是你教出来的好弟子。我自己的弟子我最清楚，不管你怎么说，我相信他自有分寸。唐华，你怎么说？那姬无梦拥有的血脉确实不凡，今后对我清火宫的帮助也会很大。不过老夫却相信，那剑南天对我清火宫的帮助也不会小。可笑！哼，那剑南天能够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一步，甚至还开辟最强剑道，确实了得。但他弱小时期潜力被压榨的太多，
今后成就注定有限。就算他运气再好，今后顶多也就能够跟咱们并列，如何比得上那姬无梦？单单一个剑南天如果不够的话，那再加上一个剑无双呢？剑无双勉强要叫老夫一声师祖。老夫很看好这小家伙，他的潜力比剑南天还要巨大的多。今后若是成长起来，未必就会比那姬无梦要差，甚至还有可能更强。你说的这些我也承认，不过你应该比谁都清楚那小子修炼的功法所承担的风险。毕竟那青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身为逆修，想要成长起来谈何容易。不管怎么说，老夫始终觉得用剑无双、剑南天父子换一个姬无梦绝对值得。既然如此，那就直接表态吧，我现在便出手，你们4位赞不赞成？老夫不赞成。我相信我弟子，所以也不赞成。哈哈哈！剑无双那小家伙的确很优秀，且据我所知，他还有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师尊。但是那姬无梦对我清火宫意义也确实重大，本座权衡之后，还是保持中立的好啊。旭日，到你了。我也不赞成。什么？剑无双、剑南天，他们父子2人性格一样，执拗、固执。只要有了目标，有了追求，便会一根筋不计后果地闯到底。明知前方有着无尽的艰险，却视若无睹，内心从不会有丝毫动摇。他们2个都是真正的剑修。我伫立于清火界剑道最顶，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一个像样的对手了。他们2位都可以成为我的对手，且我也相信，他们2位绝不会让我失望的。红莲啊，我知道你的顾虑，也知道你的不甘。毕竟当初姬无梦之所以可以得到传承，你付出的代价最大。不过你应当相信，江山辈有才人出。哼，好一个江山辈有人才出，那我便等着。若是今后这对父子没有达到那一步，到时我看你们几个如何收场。轮回，这轮回大陆是你的地盘，那几只小杂鱼也就交给你收拾了。好精纯的天妖血脉，这血脉纯度在古妖一族内应当绝无仅有。哼，我们之前都被古妖一族给耍了，被清火宫耍了。我们一直以为当初得到那份传承的是古妖一族的九剑道尊，毕竟那九剑道尊一直被古妖一族当成宝贝疙瘩，且他之前也转世过，再加上他在古妖一族也很少外出，种种加在一起，让我们都确信无疑，甚至都已经开始针对他的暗杀计划了。可现在看来，得到那份传承的根本不是九剑道尊，而是眼前这个女人。九剑道尊只不过是古妖一族，是清火宫弄出的一个幌子，真正对我们有莫大威胁的是这个一直被关押在天绝峰的女人。快，立刻将这消息禀告给国主。轮回殿主，哼，一群鼠辈。她便是母亲吗？好纯正高贵的天妖血脉，这天妖血脉就算放到整个万古混沌世界，恐怕也并不多见呢。见过母亲。你是双儿，长大了，你长大了。当然长大了，你走的时候，这小子连路都不会走呢。父亲，母亲，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对，梦儿，我们回家。
回家。我已经很久没见过父亲这么开心了，或者说，自从我出生以来，我便没见过父亲这么开心过。母亲救回来了，父亲的心也不用一直绷着了，我也轻松了不少。双儿，剑无双，你别想了，凭你现在的实力，就算找到了你的小情人也没有用，你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先想办法将实力提升上来了，才是王道。我明白。此外，你母亲拥有的血脉非同一般，背负的东西恐怕也不少。父亲好不容易才跟母亲团聚的，绝不能第二次分开。不管母亲身上背负着什么，都由我一力承担。老夫玉鼎。老夫很久不在清火界走动了，小友不知道也很正常。老夫今日到此只为一事，便是将这枚令符交给小友，还望小友能够接受。你是清火宫的人？正是。老夫是奉命到此，特来邀请小友加入清火宫。加入清火宫？小友可曾考虑好，是否愿意加入我清火宫？我加入。既然答应了，那小友是否现在就跟我去清火宫一趟？现在？玉鼎天尊，南天尊，别来无恙啊。双儿，你生在清火界，自然就得守护清火界。清火宫便是能让你为清火界效力的地方，去吧。那父亲母亲你们呢？我刚与你母亲重聚，暂且没有去清火宫的打算。我二人已经商量好了，回千古界，回咱们的家乡去看一看。等过段时间我会回来，毕竟你母亲身上背负的东西，必须你我父子二人一起去承担。我明白了，父亲，你安心跟母亲团聚便是，剩下的交给我了。这便是清火宫。我现在所在之地，不属于轮回大陆，也不属于虚空大陆，似乎已经属于清火界之外了。清火宫竟然在这儿！很多年前，我清火界的一位强者发现了眼前这片漂浮的陆地。这片陆地非常独特，其中众多宫殿阁楼也是很早便存在在那里的，且无法破坏。无法破坏？那陆地上众多建筑物，包括花草树木都没法毁掉的。你纵然暂时毁了它，马上它便会自动修复过来。此外，我清火界那名强者现在也还在这片陆地。这片陆地的修炼环境比起咱们清火界要强太多了，在这片陆地上修炼比待在清火界修炼效果要好很多。这么神奇？就是因为这片陆地了得，所以后来我清火宫才会将老巢安置在这里。嘿，跟我来吧。真是奇特啊。剑无双，你刚加入清火宫，关于这清火宫内的一些情形，老夫也简单跟你叙说一遍。清火宫是为了清火界的生死存亡，为了清火界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清火界相对于整个万古混沌世界而言，终归是太小了。想要在整个万古混沌世界中生存下来，我清火界的高层强者就必须团结起来，所以才有了清火宫。清火宫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无尽岁月积累到现在，拥有的强者虽然不少，但中途陨落了很多，且也离开过一些。所以现在清火宫内剩下的天尊层次的强者已经不多了。不多了？那还有多少？算上你在内的话，
现在还待在清火界的天尊强者还有139位。139位？怎么会有这么多呢？多？嘿呦，已经很少了。剑无双，你崛起的时间终归太短，对清火界了解的也并不是很多。你可知咱们清火界已经存在了多少年了？清火界已经存在超过4000万年了。4000万年，何等漫长的岁月！而在这漫长岁月之中，清火界诞生的强者又有多少？这么多年来，清火界诞生的天尊强者，我虽然不知道确切数字，但起码也超过500位。这些天尊大部分陨落了，少部分离开清火界去万古混沌世界内闯荡了，而剩下的大多都是留在了清火宫内。这些留在清火宫的天尊大多非常古老，而且都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的。他们只追求自身实力，所以漫长岁月以来一直待在清火宫里边，几乎没有再在清火界内走动过。久而久之，清火界各方势力早就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像我，若是放在300万年前，我在清火界也拥有莫大的名气。但现在一提到我玉鼎天尊，估计也没几个人认识了。剑无双，你再抬头看那2人。永恒镜，清火宫的门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低了？一个永恒镜小鬼竟然都跑了进来。境界虽低，可说不定人家运气好，是一方大势力的掌权者呢。还真有这个可能。这2人，这2位便是我清火宫的2位天尊，且2人处于同一个时代，都是在500万年前成名的顶尖强者。那位穿黑衣服的是中天尊，他当初也是一方大势力的掌权者，可后来因为一些特殊的缘故，那方大势力的高层强者近乎死绝，而他也索性就待在清火宫内，任由那方势力自生自灭了。穿白衣服的那位是孝明天尊，他是一位独行强者。剑无双，我带你去个地方，跟我来吧。这是什么呀？剑无双，你既然已经加入了清火宫，那就有资格知晓我清火界的秘辛。这秘辛就在你面前的灰色光珠内，你伸手仔细去感应便知道了。不过在你感应之前，你却得立下本命誓言，不能将这秘辛告知除我清火宫以外的人知道。本命誓言？我剑无双立誓。可以啦，去感受下吧。这是清火界。玉鼎天尊，这是……别急，你继续感应就是了。清火界之外，战场？怎么可能呢？剑无双，你所在的清火界非同一般。万古混沌世界强者无数，厮杀更是疯狂。一些拥有通天手段的顶尖强者厮杀，轻易令一方世界崩溃，这很正常。就像清火界外如此巨大的一片战场，却绝非普通强者的厮杀能够形成的。
此外，剑无双，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你看到的那片战场，所看到的最尽头那片连绵无尽的巍峨山岳群，其形状还有分布的范围，像不像一件东西？像什么呀？一个人的眉毛。啊？当然，只是像是眉毛而已，未必就是。对。剑无双，你看到了吧？没想到我们清火界竟然是存在于一片堪称匪夷所思的战场当中的。我刚看到这些时，也跟你一样的表情。我清火界所处的这片战场非同一般，虽然不清楚到底是因何而留下来的，但既然是战场，便蕴含着莫大机缘。何况咱们这片战场还是一片被遗失的无人知晓的战场，价值更是无量。剑无双，你所在的这清火界竟然处于一片如此巨大的且还是遗失下来的战场上，还真是得天独厚啊！得天独厚？如此巨大的战场，即便经过漫长岁月，可残留的威能依旧惊人。清火界存在于这片战场上，也会受到无形的影响，从而有众多好处。也难怪你们清火界诞生的强者会比其他万古界要多，还诞生那么多特殊体质的了。像你父亲的剑灵之体，你那小女友先天大罪孽之体，还有轮回大陆那么多独特甚至是强横的血脉，这些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可你们清火界却都诞生了，甚至还是一个时代诞生出来的，你说厉不厉害？不过清火界的存在也会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毕竟这座战场价值无量，你们清火界存在于战场之内，这就相当于守着一座宝山。现在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强者出现在这里，可一旦有顶尖强者路过，发现这处战场的存在，那你们清火界的灾难也就来了。剑无双，你崛起的时间虽然短，但也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的。这处战场对我清火界而言有巨大好处，但伴随的隐患，想来你也清楚。看到了，那紫色雾气覆盖的疆域，便是金国的老巢。金国？金国来自万古混沌世界，是500多万年前来到这片战场上的。其实自我清火宫创建以来，我们便一直盯着这片战场上的动静。这么多年下来，一共有3批来自万古混沌世界的强者曾来到了这片战场。他们一来到战场，我清火宫便立即察觉到了，且在他们还没有看出这战场端倪时，我清火宫便立即出手，将其全部杀死。全部杀死？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呢。毕竟这战场的消息已经传递出去，必然会引得大量万古混沌世界的强者到来。到时候我清火界必然会湮灭，没有丝毫挣扎的余地。我们这些天尊道尊还好，就算清火界湮灭了，我们也可以选择去万古混沌世界漂泊闯荡。可清火界那无数普通武者呢？清火界一灭，他们也必死，实力稍微强些的甚至还会被抓去当奴隶，或是被人圈养。总之，生不如死。为了无数无辜之人，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也为了咱们的家乡，我们只得这般行事。我清火界因为存在于这片战场，受这片战场孕育的关系，整体实力比之其他的万古界要强上不少。
就这片战场孕育的关系，整体实力比之其他的万古界要强上不少。别的万古界需要漫长岁月的积累，方才有可能诞生一位凌驾于天尊之上的顶峰强者。即便到这一届彻底终结，能够诞生3、4位这样的巅峰强者，已经很不错了。可咱们清火界从诞生到现在仅仅4000万年，孕育的凌驾于天尊之上的巅峰强者就已经有6位。这还不说那些逆天的足以天尊战力媲美那一层次的妖孽们。像现在我清火宫内就有足足5位公主的存在，这5位公主都拥有凌驾于天尊之上的战力。就是因为实力强大，所以当前2批强者到来时，几大公主亲自出手，令他们连信息都没办法传递出去，便将其全部杀死，直到第3批强者的到来。第3批强者便是那金国的强者。金国的这批强者是乘坐着一艘界外飞船到来的。第3批强者便是那金国的强者。金国的这批强者是乘坐着一艘界外飞船到来的，且阵容异常强横，光是凌驾于天尊之上的巅峰强者便有近10位之多，天尊道尊更是数不胜数。我清火宫自然全力反抗。那一战厮杀得很疯狂，很惨烈。论高层强者，金国比我清火宫要多出不少，但金国架不住我清火界人多势众。那一战不仅我清火宫出手，且整个清火界的各大势力，包括大量独行强者也都参与其中，依靠着人数上的优势，付出了无比惨烈的代价后，才将金国给击退。像清火界诞生的6位凌驾于天尊之上的巅峰强者，就有2位是死在那一战当中的。还有清火界很多势力都在那一战当中彻底覆灭。像刚刚你所看到的那位中天尊，他掌控的那方大势力就是在那一战当中高层强者几近死绝的。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仅仅只是将金国击退，能够击退已经很不错了。那一战过后，金国那批强者也损失惨重，我清火宫的几大公主更是花费了莫大代价，在这片战场上布置了一重莫大禁制，将金国的这批强者完全封锁在这里，让他们想走都走不了，同时消息也没法传递出去，这才形成了现在这般僵持的局面。僵持？对，现在在这片战场内，我清火宫跟金国依旧还在疯狂厮杀着，不管是为了宝物的争夺，还是双方之前积蓄下来的仇怨，总之我清火宫跟金国是不死不休的。不死不休的厮杀？那这般厮杀谁占上风？现在暂且是金国占上风，毕竟他们天尊强者太多了。尽管之前那一战陨落了不少，但现在依旧还剩下一大半，比我清火宫要多出很多了，而且质量上也只高不低。不过我清火宫的劣势也只是暂时的，毕竟金国没后援，他们一直被困在那里，强者死一个就少一个。但我清火宫却不同，我清火宫有整个清火界作为支撑，强者源源不断的诞生，且我清火界从孕育而生起便一直待在这片战场上，根基也不是金国所能够比的。别的不说，单单我清火宫现在掌控的3大秘境，
那金国便只有干瞪眼的份。3大秘境，这3大秘境分别是时空秘境、剑之世界、炼心路。3大秘境各不相同，就连开启的时限也不多。时空秘境100万年才会开启一次，剑之世界则是10万年开启一次，炼心路好一些，1万年就会开启一次了。像你的父亲也是运气好，刚进入清火宫就碰上了100万年一次的时空秘境开启，再加上他自身天赋极强，师尊又是5大公主之一，所以才进入了时空秘境一趟。一进入时空秘境，他的实力可是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所处的这片战场乃是一座巨大的宝藏，我清火界暂时只发现了那3大秘境而已，可除此之外，这片战场肯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境。至于机缘，那就更多了。我清火宫创建到现在，众多强者在这片战场上大肆搜寻，找到的机缘数不胜数。剑无双，你刚进入清火宫，那3大秘境你暂且不要去想，但有一处机缘之地，只要是清火宫的成员便都可以得到，而且好处也不小。在哪儿啊？别急，我晚点带你去。现在我再带你去个地方。这是我清火宫的火点兑换处。火点兑换处？火点是我清火宫自己命名的，说白了，其实就相当于积分、战功之类的。你在清火界待了这么久，这兑换处的用途我也不用多说了，我只是告诉你一些不同之处。这座血塔实际上也是一座难得的宝物，是我清火宫的强者在那片战场上找到的。这血塔拥有自身灵智，且眼见极高，不仅可以将众多宝物全部认出来，还可以判断其价值，所以我清火宫才会用它来作为兑换处。你也知道，咱们所处的战场非同小可，战场上也留下了不少好东西。那些东西，我清火宫的强者很多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其价值，但这血塔却可以判断出来。是这样？什么眼界极高，无非就是万古混沌世界流传的至宝库罢了，而且还是最低等的那种，又能认识几件宝贝。国王，什么意思？在万古混沌世界，很多势力宗门内，大多都会有着宝库的存在，专门让麾下的强者或是弟子兑换宝物。而为了方便些，万古混沌世界便有强者专门炼制了至宝库。这至宝库可以自动判断出宝物的价值，且等级越高的至宝库，眼界自然也就越高。而你面前的这座血塔只是最低等的至宝库罢了，能够判断出来价值的，也就是万古混沌世界比较非常稀松平常的宝物。可若是换成价值高些，比如你的血煞降甲，它就未必能够判断出价值来，更别说你的山河设计图了。是这样啊？那岂不是说，这火点兑换处里面，说不定有些宝物明明价值很高，但被这兑换处判断出的价值却极低吗？是有这个可能，你待会儿进去可以好好瞧瞧，说不定真能找几件好宝贝。剑无双，你进去看看吧。好。这至宝库不仅会判断宝物的价值，还懂得自行归类。巅峰层次的地神兵，要是放到清火界已经非常了得了。
足以令众多道尊为之疯狂，但在这清火宫内却是最垫底的，兑换的价格也是低得可怜，仅仅只是10个火点。好家伙，这清火宫内竟然还有混沌奇宝的存在！这可是混沌奇宝啊，虽然只是最低等层次的，跟你的雪煞降甲比起来也差得远，但若是放到万古混沌世界，也足以引来不少强者争夺了。这混沌奇宝应当是我清火宫的强者在这片战场上得到的，至于清火界本身，不可能拥有混沌奇宝。只有这个可能。别看神兵了，去看秘术类。好家伙，这些秘术虽然大多一般，入不得我的眼，但其中依旧有10余门秘术非常了得啊！这些秘术任何一门放到万古混沌世界，都足以引来一批轮回殿主、虚空殿主那一层次的强者去争夺，而这里竟然有足足10多门。你们清火界倒当真是得天独厚。不过也可惜，这些秘术虽然有些非常了得，但修炼门槛却太高了。你们这清火界估计没几个人能够修炼的，就算强行修炼，那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行。好了，别说这些了，你快帮我瞧瞧，有没有什么秘术对我有大用的？别急，我已经在帮你看了。这里边的秘术虽然都不凡，你用得着的也不少，但对你有大用，而且你也能够修炼，甚至与你兑换得起的，就只有一种，便是那金象秘术。金象秘术？护体秘术？剑无说，我帮你考虑过了。你身为3星王族古神，肉身极强，且因为拥有雪煞降甲的关系，纵然是天尊的一击，你都可以尝试去硬扛。但你能够抵挡住的，也仅仅只是一般的初等或是中等天尊。若是一位高等天尊出手，就足以重伤你了。至于天尊大圆满出手的话，更是足以杀死你。所以你现在非常需要一门强大的护体秘术，让你的肉身变得更加坚韧强横。而这金象秘术在万古混沌世界虽然不算太高等，但让你修炼却也是绰绰有余了。金象秘术分为3重，你只需想办法练成1重，再配合雪煞降甲，天尊当中能够杀死你的就不多了。哦，